안녕하세요，大家好，我是尼路。可能是靠近年底了，不止小游戏在打折，连大作的优惠都非常优秀。第一款是《文明帝国6》，主打高复杂度的战略游戏，世界杯比赛打起来都是8小时起跳。目前是1折179元，折扣到11月23号。获胜方法非常多种，有科技、宗教、武力、文化，每个文明都有各自的强项，玩法也大不相同。只是强度平衡中有几个特别 OP， 所以也被老玩家称为野蛮帝国。DLC 的折扣有点夸张，白金组合包史低0.9折。如果是新手玩家的话，不建议购入，毕竟有些内容是5代就有的，被拆出来多扒一层羊皮。所以游戏本体的评价是84%，大多好评 ；DLC 的部分则是大多负评。再来是 Monster Hunter Rise， 老游戏了，5折560元，折扣到11月23号。这代的特色是降虫系统，可以让你化身为蜘蛛人，在魔物之间穿梭。这个设计我个人是蛮喜欢的，毕竟自由度高上了许多。但是这代也不是没有缺点，有很多魔物的特色是好动、又臭又硬，攻击模组又不够丰富，打下来多多少少给人一种没完没了跑马拉松的感觉。但是这代又是公司比较用心经营的一代，一路到明年年底都还会有很多免费、付费的 DLC 推出。顺带一提，最近有个新闻是腾讯将会跟卡普空一起合作推出手游版的魔物猎人，希望到时候装备可以不需要透过氪金来购买。魔物猎人讲完了，来讲一下恶魔猎人。目前33折287块台币，截止日期到11月23号，评价是5万篇的95%压倒性好评。这次特价的是5代，但是不用担心剧情看不懂。游戏一开始呢就有前情提要，玩法跟他同父异母的作品贝欧妮塔一样，主打联机的爽感。能玩的角色一共3位，主角但丁跟他的侄子尼禄。还有新角色 V， 战斗风格的差异蛮巨大的，值得玩家们去细细品味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经验值系统可以让你解锁更多的技能，但是它也不是没有缺点啊。有些技能的造价昂贵，或者是取得方式非常的麻烦，可能要游玩第2轮或第3轮才能拿到。再来要讲的游戏就比较奇葩咯，修车模拟器目前73折，台币275元，优惠到11月22号。先不要转台哦，虽然说它看起来像Fun Game，但是它的评价却有15000篇95%压倒性好评。玩家将扮演汽车维修厂的老板，透过修理、烤漆、贩卖2手零件等等商业手段，从简陋的车库开始逐渐扩大自己的产业。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符合现实，但是它的经营模式有个问题，就是基本上不可能赔钱。如果你的工作是这方面的能手，麻烦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是不是真的。再来就是更夸张的卡车模拟器 ，Oh my god！ 目前25折只要117块台币，截止日期也是到11月22号。评价你们猜猜看，9万篇96%压倒性好评。干，一直开车到底有什么好玩啊？而且还不是出门开车，是在家开车没有啦，以上是我个人的偏见，这游戏一定是超级好玩。其实它主打的游戏内容是修身养性，玩家将扮演一名卡车司机，在美国各地送货，一边观赏风景跟体验他们的生活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改装自己的车，跟选择要拖什么样的特殊货物。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美国版，它还有欧洲版，优惠价钱、截止日期都跟美国版一样。更夸张的是，它有42万篇97%压倒性好评。2代的 DLC 也是一头拉苦，没中毒的玩家都说这是一款治疗失眠的好帮手，但中毒的玩家们都纷纷喊着再跑一弹就好，再跑一弹就好，根本舍不得睡觉。这类型的游戏呢，真的是实况上的一大好帮手，只要你感到无聊，绝对会跟观众聊个没完。再来就是边缘基地3，打25折只要447台币，截止日期到11月23号。它是一款最多支援4人合作、美式风格极度强烈的 FPS 射击刷宝游戏。游戏里面有4种不同的职业，每个职业共有3种天赋树，因为分歧非常的巨大，所以可以让每个玩家的差异性变得极高。里面还有号称高达10亿支不重复的枪，可以让玩家们一直有全新的体验。剧情的部分就傻逼，建议只玩刷宝的部分就好。如果你有收到前面那一款的游戏的剧情图读的话，那建议你来买这款游戏。A Beautiful of Cats 原价45块台币，打完折后36块，优惠期限到11月18号。Steam 的评价是99%压倒性好评。它是一款寻宝游戏，玩家要在房子内找到隐藏的猫咪，时长差不多1小时到1.5小时就可以全部通关，加上全成就，适合上班族跟学生在辛苦一天后，让猫猫疗愈自己疲惫的心灵。
如果不是猫派的话，我们也有准备狗狗游戏《蒙太郎》。梦太郎原价30块台币，打折后是15块，优惠时间到11月22号，95%压倒性好评。玩家将扮演名为梦太郎的可爱柴犬，在随机生成的街道上跑得越远越好。途中还有很多狗狗币，记得要收集哦。结账后就可以拿这些钱帮他换衣服。游戏内容也不是没有难度，因为跑步需要消耗能量，所以补充能量的方法就是到女学生的脚边咬下她的内裤。What the fuck, bro？再来是 Sing， 原价60块台币，打折后剩8块钱，特价时间到11月18号，评价是92%，极度好评。主打平台跑酷解谜的游戏，它跟 Limbo 有点像，就是颜色再鲜艳一点。玩家将扮演一名小男孩，收集名为希望的物品。剧情的部分就有点治愈，再加上治愈。音乐的部分做的挺用心的，缺点就是没有中文。接下来是 Monkage 7折，187块台币，优惠时间到11月18号，评价是95%，极度好评。它的玩法主要是利用错视来达到解谜，你会需要一直旋转一个装着相机的盒子，来将2个甚至3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东西变出一个新的物品，或是让它们有互动性。整个游戏环环相扣，但是没有语音跟文字。剧情的部分全靠游戏上落在各地的照片，所以要看懂的话，可能需要多花点心思来去理解。再来是 Far Sales， 目前打2折，只要53块台币，优惠时间到11月23号，Steam 评价是94%，极度好评。主角生于一个末日的世界，只有一台蒸汽汽车相伴。为了找到其他的活人，便开着它一路向前。那玩法一开始只需要开车，但是随着气候的变迁，会有很多的突发事件，而你必须要升级你的车子来应付各种的问题。它比较算是一种沉浸式的末日题材游戏，就是光看画面可能会有点无聊，但是随着音乐的沐浴，会让玩家在颠簸的路途中，为了这台冰冷的伙伴受损而感到心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第2期的当周游戏特价内容。如果你有看到什么还不错的游戏我没有收录进来的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够便宜够好玩，我就帮你置顶。像上礼拜就有观众留言，有一些游戏在 Epic 可以免费领，不过我还是会在 Steam 那边再买一份毕竟 DLC 他们那边很少打折。那么我是尼禄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几个月前想买游戏的时候找不到信用卡，当下刚好过2分钟 ，App 就传来了被盗刷的通知。那时候我好疑惑，好生气。第一是想不起来在哪里弄丢了，第二是游戏特价只剩30分钟，火气一大，直接走到2条街外的警局报案。过程挺麻烦的，花了1个多小时做笔录，还要跟信用卡公司调记录，也要跟悠游卡公司调资料。问题是我本人打过去，他说没有警察的那个侦查书，所以他不给我。Oh my god， 到底是怎样？运气好的是不到2周，犯人就抓到了，说是惯犯。还很有可能是小偷。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受害者不止1人，所以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告他。我说好，当然好，给他死。我苦等半年的特价就这样没了，当然给他死。我最讨厌这种害我不能买游戏又贪小便宜的人了。警察看着我那么生气他也是够激动。哇，拍桌子，说得好，我帮你多找一点证据，告死他。昨天起诉书寄到我家了，嫌犯是我邻居。